大家好，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动画，这个动画展示的是一个 PWM 的一个脉冲宽度调制的一个波形。这边可以看到哈，它是在调整一个占空比。右边的话，它是导致我们输出的一个平均电压的一个精确的一个控制。当然，我们有的应用哈，它是希望就是一个 MCU 它的通道角位，就是 PWM 的通道角位尽量的多。这些应用比如有舞台灯光的控制，多色 LED 的面板的一个控制。针对这些需求，我们亚特力有写一份 FAQ0090，它统计出了我们 AT32各个系列各个封装能够输出的一个独立的 PWM 波数量。这边以415C 举例，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表格啊，这是413、415，可以看到这个表格上面它有统计哪些角位以及总共能够输出的最多的一个独立的 PWM 的一个数量。当然有的同学就会在问了，就是说我看这个 FAQ0090是挺方便的，就是能够很快的知道这些数量，但是我如何使用就是 Workbench 亚特力开发的一个 Workbench 能够快速的配置出这些数量，感觉有些困难。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讲解如何使用我们亚特力最新开发的 Workbench，配置出就是尽量多的一个 PWM 的一个通道。好，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工程。刚才讲到的是415，我们以415举例，415C 叉，415 48 pin 的封装来举例。好，这边我们发现有的引脚已经被占用，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些调试角，可以先关闭，因为这些角其实它不影响，就是它也不占用我们的这个 PWM 通道。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角它都是常规的使用，没有。我这边关闭的目的主要是方便我们后边统计数量使用。好，我们打开定时器，点启用。这边可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定时器的一些基本参数的一个配置，与就是 PWM 控制相关的哈。这边有一个就是首先哈，我这个通道要配置为输出，然后这边有一个增强模式，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32位定时器的一个开启的一个功能。它开启之后的话，相关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计数器或者寄存器相关的，它就会扩展为32位。我点一下，大家看下面的变化就知道了，它就会发生变化。另外是我要选用就是对应的 PWM 波的一个模式。模式 A、模式 B， 它区别就在于它的inactive 或者 active 这个电平的一个区别。另外是一个通道数据，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比较值，就是它是调整这个占空比的。我们随便说一个占空比，前面这个是周期，这个是占空比。还有一个参数就是通道输出缓存这个功能，它的目的是指就是说，我们放在上面已经有提示了，就是说，我比较值的更新发生在就是我配置开启之后，它就会发生在我更新事件的时刻再更新。这个功能其实蛮有用的，就是因为我在动态调整这个占空比或者就是比较值的时候的话，其实外部是在输出 PWM 波的，因为你配置这个点有可能恰好不是就是又动态在变嘛，所以说有可能就会影响我配置的当前那个周期的 PWM 波的一个波形会影响变，你立即配的话就会有这个影响。所以说这边开启之后，它就这个是个完整的周期，下个周期才更新，这样的话就在一些控制上就很有必要。好，刚才介绍了一些参数的一些基本功能。好，这边我们就进行一个演示，就是怎么快速的配置出足够多的 PWM 通道。第一步就是开启定时器，将通道都配置为输出。我们看到定时器
4个通道是可以配的，定时器2，定时器3也是4个通道，定时器4也是4个。所以我现在就是尽快的，就是把它配置出来，就是能够配的就先配，然后定时器5，这边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它配不出来，因为它冲突了，脚位冲突了和别的定时器，这边我们就先不配，我们先把能配的配置出来，这4个通道都不能配。定时器9那可以配，定时器10配不了，也是冲突，定时器11也是冲突。好，现在我们解决冲突的一个脚位。Timer 5，我们看鼠标放在上面，看它做什么提示。这边和 Timer 2通道1冲突了，我这边输入 Timer 2通道1检索一下。好，我们检索找到就是对应的脚位没被占用的，我们发现这个脚就没被占用，我们就把那个映射过来，把 Timer 2通道1映射过来。映射过来之后，这个脚位就可以 Timer 5使用了。同样的，通道3 Timer 5通道3也一样的问题，它和 Timer 2通道3，我就找 Timer 2通道3，它 Timer 2通道3，它这边有没有一些空余的脚位给它用？这边找到一个，好，我就把它映射过去。这边 Timer 5就可以继续配通道了。前面讲到 Timer 10也有这个问题 ，Timer 10和谁冲突？和 Timer 3通道1。Timer 3通道1，这边也找到一个没被占用的脚位，我就把 Timer 3通道1映射过来，这边就可以使用了。好，经过前面的一个简单方法，我们这边就配置出足够多的数量，尽量多的一个数量的 PWM 通道了。这边我数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总共配出了24个通道，这边和我们的 FAQ0090是对得上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用 Workbench 配置出就是尽量多的一个 PWM 通道。好，今天的那个讲解大概是这些，谢谢大家。